孙哥，今晚场子里来了很多新朋友，再去玩2把吗？去，必须去，跟你玩啊，玩几把我都开心呢。孙老板，我靠！陈浩，你被开除了！开除？真倒霉！不就是撞见老板和那女的偷情吗？直接就给我开了，连工资都没给我结。这年头找个工作多难呢！天怎么黑了？我操，龙！这竟然是一条真的龙！小伙子，救救我！还是条会说话的龙！我受伤了，求你帮帮我！你哪儿受伤了？需要我怎么帮你？我的腿扎进了一根长刺，麻烦你帮我拔出来。那你忍着点啊。谢谢你了。没事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小伙子，多谢你，这个龙珠送给你。龙珠？这有什么作用？它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能力。意想不到的能力？这流进我肚子里了。化龙6变第1变，透视左眼。既然我有了透视眼，赚钱不就是轻轻松松吗？现在该去找该死的孙老板，要回我的工资了。哼！哎呀，来！哎呦，这不我昨天刚开除的陈浩吗？怎么，你也想来玩2把？是啊，玩2把。孙老板不欢迎啊？哎呦，欢迎！来！不过你玩得起吗？我们这儿最低300起步，你有钱吗？我这儿没多少，就40。40，穷逼一个还敢来玩？哎呦，行，今儿我心情好，就算你300，来。行，那多谢孙老板照顾了啊。哎呀，少他妈废话，赶紧下注啊！3个6。哎，我还这儿。全压。3个6，豹子。喂，你会不会玩啊？1把就压豹子，肯定输的。哎，别着急嘛，这万一人家运气好呢，是吧？这豹子他赢得多。我这儿一共就40，豹子的话是1赔10，我想着是搏一把大的，开吧。买定离手。3个6，豹子赢。我操，真的假的？陈浩，敢不敢玩把大的？赌多大呀？穷鬼见过这么多钱吗？最后赌一把，赌注加倍。你要是赢了，这5万块钱全拿走；但要是输了，免费给我干1年的活，敢不敢？1年？既然都玩了，咱就玩点大的呗。这把要是我赢了，你给我50万；我要是输了，我免费给你打工10年。好，小子，你够狠！来，还是老规矩，猜中点数算你赢。哼，这不就是和孙老板偷情的女人吗？怪不得孙老板敢打赌，原来这俩人是准备出老千呢。也算他有点本事，竟然把3个骰子叠到一起了。这样他说小也行，大也行。不过我可是会透视眼的。压呀，怎么不敢压了？还是全压豹子，3个6。不过这一次，
是3个6叠在了一起。他怎么猜到的？难道他能看穿钟子？三哥，这开钟啊！等什么呢？不能开，开了我就要赔他50万呢。嘿嘿嘿，陈浩，豹子哪那么容易出来啊？这把不算数，把钱拿回去，算我给你个机会。我感觉力气大了不少，这龙珠难道还强化了我的身体？哎，落地生根，开了才算。既然你不敢开的话，我来帮你开。哇！我的天，还真叠在一起了！我靠，又是豹子，真邪门啊！结账吧，50万。我现在不光左眼能看穿东西，力气也变大了，难道都是龙珠的功劳？陈浩，哼，陈浩，你不会以为在赌场赢了我50万就可以这么轻易的走了吧？我可是开古玩店的，在这一块没人敢不给我面子。孙老板挺厉害的嘛，我就不给你面子了。怎么了？你好，给我把他打一顿，让他长点记性，给我上！这些动作在我眼中竟然放慢了。太慢了！这怎么可能？阿杰和阿伟可是部队教官退役的，怎么1、2招就倒了？孙老板，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。浩哥，咱们都是文明人，这个动手不太好吧？哎呦！现在他妈跟我说文明人，早想什么去？你刚才说你开古董店的很厉害是吧？一般人不敢惹你的。不，浩哥，你是200人，少给我整的没用的。这样吧，以后跟着我干吧。啊，跟您混？放心，跟着我干，一定会让你飞黄腾达，绝对不止在这个小镇子上发展。如果能真的走出这个小镇子，跟他干也不是不行啊。哎，好的，浩哥，我跟您干。你说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说上山打狼，我绝不打鸡。哎，行了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走。哎，你走啊！化龙2变，剑宝右眼。又进阶了，剑宝右眼来的正是时候啊！以后就不怕收到假货了。青铜鼎，现代仿品，假。果然，龙姓喜聚宝，这剑宝右眼就是为辨识古董而生的。这鼎是假的。老孙，啊，怪不得你这个店不挣钱呢，怎么净收些假货？哎，这小子谁啊？胡说什么？我这可是收藏的老东西。哎，三海兄，别着急，这位啊是陈浩，浩哥，咱们店现在最大的股东。浩哥，这位是三海，自家兄弟。原来是浩哥呀！我这鼎不应该有问题啊。既然是自家兄弟，那应该不是有意骗你的。估计啊，你也让人给蒙了。不应该啊！我这可是在古玩街一对兄弟手里亲手收上来的。这要是真正的老鼎啊，怎么可能这包浆一搓直接掉色啊？啊！你再看这边，真正的老鼎，那是经过岁月慢慢磨出来的，那自然醇厚的气质。看，这里边干干净净的，连一点火气它都没有沾染过。他妈的，那2个王八蛋竟然合起伙来骗我！浩哥，您真是神了！这才只是刚开始啊！浩哥，这店有您长眼，想不发达都难。以后我老孙就跟着您干了。好好干，我去古玩街捡捡漏去。哎，慢走啊，浩哥。你把我祖传宝花瓶碰碎了，必须赔钱。明明是你自己撞上来的，你这要碰瓷儿你！我碰瓷儿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是给马三海马爷供货的，我能讹你这点钱？少废话，5万块少一分，今天你就别想走。没错啊，我亲眼看见，这就是你打碎的。撞枪口上，正好拿你们试试手。
瓷瓶碎片，胎质粗劣，做旧痕迹明显，烧制时间小于3个月。哥们儿，我说你这瓷器是上周才从窑里出来的吧？啊，张嘴就要5万，你未免心也太黑了吧？你谁呀？别胡说八道！陈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？我是林婉清，你高中同学啊，你忘了？哦，是林婉清啊，想起来了。他家不是有官面背景吗？怎么一个人来这种地方？哎呦，还唱上相声戏了，是一伙的吧？你俩才是骗子吧？我跟你在这儿演戏是吧？你看看你们这个瓶口啊，灰都没烧匀呢。再说你这个底款，模糊的跟印上去似的。你跟我说这是明代的瓷器呢？还有，你们刚才说是给马三海供货的是吧？刚才三海还在那儿找，骗他顶的2个人呢。哎，该不会是你们2个吧？卖假货还碰瓷儿，太缺德了吧！滚！谢谢你，陈浩，没想到你真的懂古董啊！我就是略懂一点。对了，正好我爸3天后过寿，我来这儿也是给他挑选礼物的。可是我也不懂行，既然你懂的话，你帮我参谋参谋呗。我以后想要做大，官面上的人脉必不可少，这可是个机会。是这样，我呢正好在那边街头啊开了家店，叫玉龙堂。要不这样吧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3天之后，我亲自带着贺礼去给老爷子祝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父亲正想借寿宴逼我联姻，如果陈浩以朋友的身份到场，我或许能有个推脱的借口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到时候咱们电话联系。好。玉龙堂里哪有啥值钱的古董啊？既然要送，还得想办法捡漏才行。这碗是个康熙年间的宝贝。哎，老板，你这个盘子怎么卖的？哎呦，好眼力啊！这可是大周年间的玉盘，你要诚心要，1万块钱拿走。大周，我看是上周的还差不多，太贵了。那您开个价，8000，诚心要就给你。这破碗怎么卖啊？这个呀，给1000就行。1000太贵了，你再给我便宜点。得嘞，500，最低价。你要不买就算了。行，那500就500吧，我要了。等等，这碗我要了。这位老板，咱们凡事都得讲个先来后到吧。这个碗我已经跟摊主都谈好了价格了。哼，小兄弟，古玩行有一个规矩，钱没交割，价高者得。老王，这碗出2000。周老板，您这……小兄弟，好魄力，这碗真值这个价吗？老王，这碗到底是什么来历？这就是祖辈上传下来的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那我倒是想请教一下这位小兄弟，为何对这碗如此的志在必得？周老板，您这串海皇念珠盘了应该有些年头了吧？好眼力，正宗海南黄花梨，我盘了整整7年。你看这包浆，这包浆看起来是不错，可惜它是假的。啊？你胡说！这可是我亲自……您看这块珠子的孔洞，周围颜色是不是深的有些不自然？这就是典型的用高锰酸钾泡过之后的做旧痕迹。还有这正宗的海南黄花梨啊，闻起来香气是醇厚内敛，但是你这一块闻起来会有一种淡淡的酸涩感。啊，真是的。还有您这块汉代的玉佩，这沁色浮于表面，太过均匀了。这是典型用化学工业品高温蒸出来的玻璃光，缺乏了这种古玉的内敛的宝光。您可以侧着对太阳看一看，其中是不是有一些细小的气泡？这
这怎么可能？周老板，能看得出您是真正的好古之人，就通过您对身上这些物件的爱护，就能判断出您这些东西是被人做了局了。啊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我周某人玩收藏20多年，今日真是心服口服，还未请教这位小兄弟尊姓大名啊？晚辈名叫陈浩，您过誉了，就是看出点皮毛而已。这位兄弟，你太谦虚了，这哪里是什么皮毛，这简直就是神乎其神啊！老王，这碗既然是陈浩兄弟先看上了，那我就不夺人所好了。陈浩兄弟，今日能够结识你这样的高人，比买到什么宝贝都值得，还请你务必赏光，让老哥我做东到那边的茶楼去喝上一杯，好好的向你请教请教。这周老板盛情，那自然是却之不恭了。等我先把这个碗钱付了。付什么付？老王，这碗钱算我的。陈浩兄弟，走。那碗到底是个啥宝贝啊？这个碗倒是值点钱，不过据说林婉清的父亲是副国级的老首长，以防万一，我还得再选个更值钱的备着。浩哥，莫来条硬消息，东村蔡家坳那户祖上是正经的大地主，土改的时候他们家藏了好多好东西在地窖里面，他们家的后代现在正准备搬去楼房，正腾老屋呢。我刚想着去哪儿捡漏，就有好消息了。土改那可都是值钱的大物件。怎么样，消息捂得严实吗？别是人家做的局啊。放心，浩哥，我远房表亲啊就在那个村里，亲眼看见他们家搬出几个落满灰的老木匣子，他们家那小子啊还嚷嚷着要当废品卖了。这漏咱不捡可惜了。有点意思。这样吧，明天咱一起去乡下一趟吧。哎呦，有您这火眼金睛出马，准能铲着大货。老规矩，收上来的玩意儿您占70%。上道。必须的，在这行离了您这尊真神玩不转。就那家青砖门楼那户，一看呐以前就阔过。走。嘿，浩哥您瞧好吧，兄弟们喊起来！收老物件，收老钱币就瓷器喽！收老物件喽！有老钱币、旧瓷器、铜钱、银元，拿来换钱喽！下这么大雨还来收老物件？大哥，下雨也得吃饭不是？您家里有没有老辈儿传出来的东西啊？像什么旧印章，然后老花瓶，瓷盘碗、铜钱什么的，我们这价格绝对公道。多高的价格？印章的话看品相，好的话这个数，花瓶呢分大小，50、60块钱没问题。瓷盘碗10块钱一个，至于铜钱嘛，统统1块一个。嚯，给这么高啊？那必须的，价不高那能叫高价吗？您家有没有东西拿出来瞧瞧？有。不过你这价格不能胡按吧？哎呦，瞧你说的。真金白银都备着呢，现金收货。不过我话说在前头，我这趟出来啊，钱带不多，像这个好印章呢，我收2、3个。至于这花瓶的话，最多收1、2个。铜钱的话，倒能多收几个。好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去拿。你等着，千万别走啊！哎，放心吧您嘞。我这就给你去拿，你等着，千万别走啊！哎，放心吧您嘞。哎，老板，帮忙接一下。哟，好东西，来，慢点。兄弟，好东西都在这儿了，还有几个破的带血口的，我都没好意思往外拿。行，浩哥，来张眼。这些个盘子碗一般般呢。我的天，这釉色，这花片是元青花，还是一对儿？我这不是在做梦吗？咋样？有能瞧得上眼的不？哎呀，就这2个还能将就？嚯，这什么味儿？这是？这个以前当夜壶用来着，晚上懒得出门。不是你这当夜壶用了，我还怎么收啊？赶紧拿去，里外洗干净。好，马上。
浩哥，有好货没？浩哥，有好货没？寿山石、田黄洞，发财了，真他妈捡着漏了！这个我给你洗干净了，这2个花瓶有点脏，不过我都擦过了，我送给你了。你管这君瑶边的宝贝叫花瓶，还送给我，活该你穷8辈子！哎，既然老哥这么实在啊，那我也实在点。哎，这些东西啊，我全都收了。好，这一共是4个印章，然后4、8、320块钱，4个花瓶，4、6、240块钱，20来个盘子，算你200。然后这一堆铜钱的话，我算你60块钱，一共720块钱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兄弟，你算数真好啊，720块钱，你给我700块钱行了。成，既然你爽快，那我也爽快。这是700块钱，你点点，东西我就拿走了啊。行，走，走，快，走。啊，浩哥，我们去开车，你在这等一会儿啊。好，去吧。走。赚疯了，这次真捡大漏了。不过这么多东西，怎么运回去是个麻烦呢？这种感觉，难道是化龙3变，神龙空间？神龙空间，储物空间，竟然真的是储物空间！没想到这龙珠还有这种能力啊！那我以后运货啊不，以后我带着古董，那不就方便多了？哎，浩哥，这真古董呢？这被谁偷了？哦，这东西我都提前找人运回去了。不是，这真的假的？不相信我，回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行了，走吧。浩哥，古董在哪儿呢？哦，在门口呢吧？你出去看看。浩哥，没有啊！我靠！我去，这真的有啊！浩哥，这咋做到的？怎么一下子就又有了？这浩哥神仙手段，看来浩哥说带我走出这个镇子，飞黄腾达看来是要实现了，我得抱紧大腿啊！好了，老孙，赶紧给周老板他们都叫过来，然后给我们送钱。哎，好嘞，浩哥。金牌大会现在开始！感谢各位老板捧场啊！感谢各位老板捧场。陈浩兄弟，到底是什么好东西，非得把我们几个都叫过来？各位老板先别心急嘛，既然请各位老板过来，那自然是有好东西，想让大家一起帮忙长长眼。哎，就是啊，老周，人家小兄弟手里面有货，不能只卖给你一个人呐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对呀，老周，你也太心急了。是我心急了。行了，各位老板，咱今天也就闲话少说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的重头戏。军词，这可是军词啊！军词啊！这真是军词，100万，我要了。说什么呢？100万就想拿走，你也不问问我，我出120万，我出130万，谁还敢再加价，我就让给他，敢不敢跟？好了，大家都别争了。陈浩兄弟，你就说个实价，到底想卖多少？你就说个实价，到底想卖多少？最低200万。200万？200万？200万，这价太高了。是啊，200万，这确实有点贵了。各位老板，各位都是家底丰厚的人，错过这村可没这店了。况且这件宝贝的确值这个价。小兄弟，你可能不了解行市，我们是有钱，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价高的离谱。
别说咱们这儿，就算放在全国，这个价也不好出手啊。是，对呀。小兄弟，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？那我们就不奉陪了。走。慢着，各位老板，这老话说得好，宁舍千金，不舍君赐一片。这件宝贝要是请进店里，那可就是镇店的底气啊。陈浩兄弟，镇店之宝那得是孤品，独一无二才叫孤品。你这东西看起来确实不错，可它不止一件吧？那就不值这个价了。没错，你这要真是独一件的孤品，我砸锅卖铁也要把它拿下。哦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对不住了。哎！哦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对不住了。哎！哎呀，浩哥，你怎么摔了呀？这可都是钱呐！小兄弟，这君子也敢摔，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哎呀，现在就这一个了，是孤品。140万，我要了。150万，我请回去镇店。我出170万，我出。哎，好了，各位老板先别急啊。怎么，你又不卖了？这可不行啊！这不合规矩，这不合规矩啊！对呀，不是不卖，我是怕你们这么争啊，容易伤了彼此的和气。不是不卖，我是怕你们这么争啊，容易伤了彼此和气。那怎么才不伤和气？这样，老孙，哎，去拿4支笔、4张纸发给各位老板。哎，好嘞，浩哥。来，几位，一人一张啊。来，一人1支笔。各位老板，每人呢，你们在纸上写出自己心里的价格，每人只有1次机会，最终价高者。小兄弟，是我们小看你了。你这招太高了，太高了。牛逼。那就按你说的办。来，咱们快写吧。好了，时间到了。各位老板，出一下价格吧。我出200万，这总该到你的心里价了吧？我出210万，就比你高了一点儿。各位，要是超不过这个数，那这镇店之宝可就是我的了。等等，赵老板，210万就想请走这镇店之宝，我出230万。真是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呀！钱老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出280万。老钱你呀，你花这么高的价，你买它做什么？拿回去当镇店之宝啊！哎呀，陈浩兄弟，这是龙国银行280万的支票，收好。恭喜周老板，您是最后的一个。承让，各位老哥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慢走，周老板。切，老周这个老滑头。好了，小兄弟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哎，记得以后有好东西，可记得再叫我们啊！一定。再会，下次再见。我靠，浩哥，你这招太牛了！淡定，这不是常规操作吗？晚上我爸生日宴，别忘了换身正经衣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林婉晴的父亲有官方背景，我想要把生意做大，少不了官方的支持。正好这次去拜个寿认识一下。就这件吧。哎呀，祝贺，恭喜啊！别紧张，我爸爸人很好的。林伯伯，我来给你送寿礼了。林伯伯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这是小侄特意为您准备的寿礼，聊表心意，请您过目。林伯伯，这是清代宫廷造办处留出来的翡翠如意，寓意万事如意。我特意从香港拍卖会拍回来的，花了888万，就是为您讨一个吉利。天哪，赵公子真是大手笔，
不愧是我市第一首富。据说赵公子一直在追求李婉清，看这架势，今天怕不是要求婚吧？第一首富和豪门千金，强强联合呀！哎呀，俊杰，你有心了，这个礼物很贵重。哎呦，婉清带回来的这位朋友，不知道你给林伯伯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拿出来让我们大家都开开眼呗！别是什么地摊上淘来的宝贝吧？拿出来让我们大家都开开眼呗！赵俊杰，你别太过分了，陈浩是我朋友。我过分？我赵俊杰的未婚妻怎么能跟这种野男人在一起？你，赵公子，礼物重在心意，不在价格。不过，既然赵公子问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确定你这尊清代翡翠如意是真的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当然是真品，我有证书，而且我还特意找人鉴定过。你个穷小子，懂什么叫翡翠吗？别在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小陈，这有些话不能乱说呀。林伯伯，我知道今天是您的好日子，我本不想扫兴，但既然赵公子问起，我也不想在场的所有人被假货所蒙蔽。赵公子，你这如意问题有三：第一，这颜色绿的太过均匀鲜艳，是典型的镀膜染色工艺，俗称穿衣翡翠。真正的老坑粉翠色阳不均，有色根。第二，大家仔细看着雕工缝隙深处，颜色是不是更加的深？那是染料沉积的痕迹。真正的高翠应该是通体一色，内外一致。第三，也是最致命的一点，可以用强光手电看一下其内部，是不是充满了细小的均匀的气泡？这是典型的玻璃质地。而天然翡翠那是纤维胶织结构，绝对是不会有气泡的。所以赵公子，你这尊翡翠玉如意是典型的高级玻璃仿制品，成本嘛，顶多8800元。成本嘛，顶多8800元。好像真是，这工程是有点贼。我说怎么越看越别扭啊？你胡说，你是血口喷人！是不是胡说？我想赵公子心里应该清楚，今天是林伯伯的生日，晚辈也准备了点薄礼，虽然不太名贵，但也是晚辈的一份心意。祝您身体健康。还以为送什么贵重的礼物呢，原来就是一个破茶壶啊！哎，你闭嘴！哎，小陈，这壶我能上手看看吗？啊，当然。错不了，错不了啊！你看这泥料，这手工，还有这刻款，这是顾景舟大师的早期作品《变腹壶》啊！这是顾景舟大师的早期作品《变腹壶》啊！哎呦，好东西啊！这个好东西，孩子用心了。哎呀，这岂止是心意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这份礼物是我今天收到最好的寿礼。哼，本来我觉得你是个可塑之才，没想到竟然眼光如此之长。咱们两家的婚事还是再定吧。这伯父、伯母，我亲。文清，你好好陪陪小陈，爸今天很高兴，真的非常高兴。陈浩是吗？好好享受你今生的最后一个晚上吧。站住！杰哥送你上路。妈的，追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赵俊杰只有这点胆量是吧？就他妈会放冷枪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化龙4变，龙爪之刃。想不到龙珠竟然还能进化，先是透视左眼，然后是剑宝右眼，再是龙嘴空间，现在我都有龙爪了，以后我该不会化龙吧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你是怪物？现在该轮到我了。这什么鬼东西？你是怪物？现在该轮到我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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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该
龙珠的力量，果然如此。赵俊杰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什么？3个人，1个人都没有回来！废物，连个小子都解决不了！给我找！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赵俊杰，不用，我来了。陈浩，你命挺硬的呀！他们果然失手了，你是来送死的吧？果然有2下子，但你再快，快给我抢吧！怪物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要你命的东西！你派人来追杀我的时候，没想到会这样吧？赵俊杰他父亲赵天龙是个手段非常毒辣之人。赵俊杰只是开始，他背后的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来吧，有龙珠带给我的能力，我谁都不怕。老板，查清楚了，少爷最后见了一个叫陈浩的人，现场处理得很干净。干净？哼！我赵天龙的儿子不能白死。这个陈浩，就算不是他做的，跟他也脱不了干系。阿彪，把他请回来，我要亲自问话。明白。不过老板，根据资料显示，陈浩背景普通，但少爷派去对付他的人之前都失手了，此人可能不简单，需谨慎。那就多带些人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多不简单。是。发现目标，准备行动，尽量活捉。陈浩先生，我们老板想请你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你们老板谁啊？请人这么大的阵仗？去了就知道，别让我们动手。赵天龙的人，动作真快啊！上！回去告诉赵天龙，他儿子想要杀我，被我杀了，那是他技不如人。要是他不想步到儿子后尘的话，此事就到此为止。撤退，全部撤退！目标极度危险，不是普通人。老板，那个陈浩绝对不是普通人，他的手变成了爪子，力大无穷，速度快的根本不是人，连手枪对他都没用。怪物，异能者，难怪俊杰栽在他手里。但越是如此，越不能留。明的不行，就来暗的。去查查他身边的人，我要让他也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老板，这……按我说的去做。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求饶。是。赵天龙想动我身边的人，你这是在找死。赵天龙，你想找我，不必牵连我，给你个机会，城西我有个礼物送给你，敢来拿吗？你监视我，你怎么知道？这你就不要管了，你就说你敢不敢来吧。好小子，有胆量。地点就你儿子死的地方，今天晚上10点，你一个人过来。当然我知道你不会，尽管带你的人来，我们做个了断。他妈的，敢挂我电话！
心有诈。他再能打，也是一个人。小子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也许是你的死期到了。你倒是个人才。按照以前，我会收下你跟我混，但是你杀了我儿子，那你就没有必要存在了。说不定你会被我反杀。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厉害。上！赵天龙，这份礼物喜欢吗？果然有变异，还真的是变异。好，很好。阿彪，给我喝了他！阿彪，给我喝了他！老板，这玩意儿要喝下去，就再也变不回来了。少废话！别忘了你的命是谁给的，你老娘的丧事是谁出钱风光大办的？还有你妹，还得靠我买的药才能医治。给我喝！好，我喝。你给他喝了什么？你以为就你是天选之子吗？这是米国实验室出来的超能血清，它能让人力大无穷。不过嘛，脑子会烧坏。好好享受我这人造怪物的滋味吧！杀了你！我在干什么？啊，痛，好痛！我的血好像能暂时压制血性的毒性。既然如此，我的血好像能暂时压制血性的毒性。既然如此，我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回事？阿彪，起来，给我起来！现在该轮到你了。用活人做这种试验，这种人连畜生都不如。别杀我！我错了，我给你钱，我有好多钱，求求你饶我一命吧！像你这种渣子，多活1秒都是浪费空气。下地狱去吧！总算结束了。你把赵天龙杀了？是，你想替他报仇吗？报仇？你要去哪儿？我不知道，天地之大，好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要不你跟着我吧，你体内这血清似乎不太稳定，我的血似乎能压制它。你对赵天龙的恩情已经还清了，从他逼你喝下血清，完全不顾你死活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再也不欠他什么了。况且你不是还有一个妹妹吗？我也可以给你的妹妹买药。当然，说不定她喝了我的血，她的病也会治好的。是，我还有妹妹，妹妹。只要你能救我妹妹，从今往后，我阿彪的命就是你的。起来，你的命不属于任何人，只属于你自己。从现在开始，为了你自己，为了你妹妹，活出一个新样子。好。浩哥，你看谁来了？哟，周老板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快，请坐。哎，不坐了，陈浩兄弟，我这次过来呢是有事要找你。好，您说。3年后有一场拍卖会，不少圈内人都收到了邀请，到时候跟我一起去看看。好啊，我很感兴趣。行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。3年后我过来接你，先告辞了。周老板慢走啊。
老三，哎，家里你照看着，等我把宝贝带回来。放心吧，浩哥。阿彪，3天后你跟我一起去。明白，浩哥。陈老板，今天你也来了，看来是有好东西要入手的节奏啊。没错，陈老板的眼力一向独到，我们呢都得跟他好好学学。一会儿还得请陈老板多多指点指点。可为老板过奖了，咱们互相学习，互相照顾吧。哎，大家先坐下吧，拍卖啊，马上要开始了。来，陈兄弟啊，这次的场面不一般啊！你看前排那位，穿绸衫、戴金丝眼镜的，好，就是江城古玩界的柳老板。旁边那位胖一点的，是搞地产的李老板，最近也迷上收藏了。这次果然是高手云集啊！哟，周老板，最近是不是收了什么好货呀？也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。最近是不是收了什么好货呀？也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。哎呀，刘老板，别提了，最近呀，我也没什么大收获。这次过来也是想看看有没有缘分碰上什么好物件。这位小兄弟看着面生，周老板不介绍一下？哦，这位是玉龙堂的陈老板，年轻人，有眼力。这次带他过来见识见识，交个朋友。哦，玉龙堂没听说过，现在这种小铺子也能进鼎泰的门了？柳老板，久仰啊！喂，小子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？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风声呢，没注意。你，哎，行了行了，李老板，咱们都是文明人，何必动气？拍卖快开始了。哼，走着瞧。陈兄弟，你这脾气一点亏都不吃啊！顾老板，我知道和气生财，但是这个话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。各位来宾，下午好！鼎泰拍卖会现在开始。首先，第一件拍品，明代嘉靖年制青花缠枝连纹大罐，此罐器形规整，釉色莹润，其青花发色纯正，画意流畅，起拍价80万，请各位出价。100万，120万，150万。李兄，你看这罐儿。器型饱满，青花发色沉稳，画工也是典型的嘉靖风格，胎底看着也够老气，我看老货无疑，放在你的新客厅中，绝对镇得住场面。陈兄弟，这件看着不错，要不咱们也跟跟？假的，周哥，看看就好。陈兄弟的意思我明白了，这水太深，不趟为好。330万，350万。啊！350万第一次，350万第二次，350万第三次，成交。哟，玉龙堂的陈老板一直没有出手，是没有看上我这件嘉靖金花冠，还是囊中羞涩呀？李老板说笑了，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会看不上呢？我这发自内心的恭喜李老板，买了件难得一见的高仿精品。什么？啊！混蛋！你敢说我花了350万买了一件高仿精品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这罐子是假的，岂不是打我刘某人的脸，说我眼力不行？哎，柳老板息怒，我并没有质疑你眼光的意思，主要是因为这件仿品极可乱真，只有几处细微的破绽，难免一些资深的行家也会走了眼。不可能吧？连柳老板都打了眼。哎，这位陈老板的眼力还是很厉害的。这一下可有好戏看了。陈浩，你空口白牙就想坏我好事？你说我这件是假货，你拿出证据来！你今天要是不说出来个子丑寅卯，我跟你没完！
诸位请看这里，这嘉靖官窑青花应该用的是进口的回青料，发色应是蓝中泛紫，色散而不晕，深浅自然，有沉淀的层次感。但是这件的蓝色过于匀称呆板，缺少了这古瓷之中的那种活润之气，典型就属于这种现代化学料的提纯产物。大家可以听这个声音，真正的明代官窑大器，因其胎土陶炼精细，窑温足，所以其敲击声音属于那种清远悠长，有如金石之声。而这件瓷器的声音短促尖利，这明显就是因为胎土的致密度还有烧成的火候不足，与现代的工艺品极其接近。最关键的一处破绽在这里，嘉靖年间的底足露胎处会自然形成一种深浅不一、过度柔和的火石红，而这个罐子的底部色泽浮于表面，分布过于均匀，典型的人工仿制的痕迹，失去了天然的古意。经陈老板这么一点拨呀，再看这足底，确实显得生硬啊。不，这不可能啊！鼎泰这么大的拍卖行，怎么会有假货？有一个方法可以直接的验证出来它的真伪。什么法子？砸了它。砸了？开什么玩笑！这要是真的，你赔我350万吗？砸了。若是真的，这350万我刘某人替他赔了。好，那就验个明白。哎呀！诸位，请看这个胎质，真正的明代官窑瓷器，断面应该温润如玉，胎骨应该细腻紧致。大家可以看这个断面，颗粒感明显而且均匀，带有现代炼泥的明显痕迹，甚至可以看到因窑温控制不当而产生的细密气泡，这种就是典型的现代弃窑烧制而难以避免的痕迹。而老瓷器那种经历岁月沉稳的温润感，是根本仿不出来的。李老板，这损失已然发生，总比你拿个赝品回去当传家宝要好得多吧？各位来宾，我们拍卖继续啊！下一件拍品，明代风格山居清明图，作者不详，起拍价为10万元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0。无款无实，这谁敢下手啊？10万一幅的无名画，这摆明了就是坑人嘛！陈老弟，这幅画看着成色老旧，可这没头没脑的风险太大，肯定是会流拍的。宝光内敛，印记深藏，这竟是唐伯虎的真迹啊！定是他避祸或游戏笔墨时，故意隐藏于此画中。如此重器，竟被当作俗物。哼，小子，你让我出手，我也不能让你好过。10万啊？这好，这位先生报价10万，还有没有要加价的？哎呦，玉龙堂的陈老板要出手了，看上这幅破画，难不成这又是一幅什么了不起的高仿精品？我出11万，不能让陈老板独美啊！陈老弟，这李胖子明显就是在抬价，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，这幅破画根本就不值这个价。没事，陈老板，我喜欢这幅画的意境。12万，13万，陈老板加把劲儿啊！14万，15万，这根本不值啊！哎呀！25万，哈哈哈哈！陈老板，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绝世精品，那我就不夺人所爱，让给你了。25万第一次，25万第二次，25万第三次，成交。陈老板，恭喜恭喜啊！又得到一件宝贝，嘿，希望这一个不是摔不得的高仿了。有时候这宝贝和废物之间只隔着一双眼睛的距离。哼。哎，有些人呐，
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，就目中无人，花25万买了这幅破画，真是可笑。我看呐，那个什么玉龙堂，就是一个收破烂的铺子吧。正好各位老板都在，承蒙李老板刚才忍痛割爱，才让陈某拍得此画，咱们一起鉴赏一番，也请柳老板这种前辈请教。此画表面上来看，的确是个无名之作，但是玩古玩界的也都知道，这古玩讲究的是一个藏，很多珍品往往因其貌不扬而被埋没了。哼，故弄玄虚，你有本事把它变成一个唐伯虎的款来。哼，唐寅的画，说不定还真有啊。哟，原来里面藏了一幅画，说不定还真是个宝贝呢。哟，原来里面藏了一幅画，说不定还真是个宝贝呢。大家请看这深中的墨色，成而不浮，深入肌理，这是典型的松烟墨沉淀了上百年才形成的包浆。再看这绢素的精微织法，与已知的明代中期的苏工手法完全一致。陈老弟，果然好眼力啊！哇，这山石皴法，率意奔放；这树木点染，清新秀润。这笔意确实有吴门画派，尤其是唐寅的潇洒风骨。这真是唐伯虎的画呀！这真是唐伯虎的画呀！诸位，请看这里，我猜这应该是唐寅在游戏之时或者是特殊时期所作。虽然隐去了其名款，但是这画师的习惯和案迹却是抹不掉的。所以，我估计这幅画作的价值远超于25万。你要？如果是唐伯虎的真迹，哪怕是个银款，这价值恐怕也要数百万计呀！陈老板，你这眼力真是太神了！啊，陈老板后生可畏，刘某服了，以前都有得罪，以后还望多多指教。柳老板，客气了，晚辈只不过是运气好，以后还希望柳老板能多多指教。画龙6变第5变，神龙催眠。怎么了，浩哥？画龙5变了，神龙催眠，龙珠竟然给了我催眠的能力。有了这个能力，好多事就更方便了。没事，走吧。浩哥，有动静。站住！把唐伯虎的画交出来！哼，奔着我来的，想要我的画，得看你们有没有命来拿了。阿彪，哎，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做梦，我死也不会说的。杀了我吧！你以为你不说，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吗？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是鼎泰拍卖行让我来抢回唐伯虎的画。竟然是鼎泰拍卖行！既然他们不守规矩，那就不能怪咱们了。什么人？孙经理，你们鼎泰做事儿，未免也太不地道了吧？呀，原来是玉龙堂的陈老板，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的？你也别在这装糊涂了，你派去的人一个都没回来。看来今天陈老板是来寻仇的。你们要抢我的东西，那我就来拿你的，很公平吧？哈哈哈哈！就凭你们两个，啊！孙经理啊，有的时候枪不一定好用啊。
我人在，开个价吧，多少钱才能把今天这事给了了？爽快，1个亿，现在转账咱们2清。到账1亿元。陈老板，留步。陈老板，有没有兴趣再合作一把？合作？我们从国外运回来一批古董，想请您给长长眼，报酬好说。国外路线？孙经理，说说这批货的来历。是赵先生在英国继承了他姑妈的遗产，没想到全是国宝级古董。为了把国宝运回来，他扮演过乞丐，躲过海关，本意只想交给国家。我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把国宝骗到了手，他还一直以为文物已经回归国家了。畜生，赚钱也得讲道理，你们竟然连这种黑心钱也要赚，还是人吗？阿彪，既然我们碰到了这种事就不能不管。浩哥，赵鑫来的事儿查清楚了。哦，说。19岁那年，他唯一的亲姑妈在英国病重，他出去继承遗产。为了这事儿，当时国内的老师同学都骂他是叛徒。可是谁能想到，他姑妈留下的遗产根本不是什么金银，全是当年从圆明园流露出来的老物件，是国宝。哦，这么说是真的？对，这10几年他留在那儿，就是为了想办法把这些国宝一件件的给运回来。听说过程特别艰难，为了躲避海关盘查，他当过码头苦力，甚至装过乞丐，啥罪都受了。好不容易打通关系运回国内，指望着物归原主。可谁能想到，鼎泰拍卖行的姓孙的王八蛋，就是瞅准了赵先生在国内没有人脉，冒充国家文物局的特派员，把赵先生运回来的宝贝一件一件给骗走了。把赵先生运回来的宝贝一件一件给骗走了。这账本记的都是孙经理从赵新来先生那里骗来的古董国宝。国义之士在外舍生忘死，归国却遭家贼欺辱，这口气儿咽不下去。浩哥，你说怎么办？咱们绝不能让鼎泰拍卖行这帮孙子好过。账本是铁证，得交给最稳妥的人。阿彪，你去准备一下，看来我们得去会会这位赵先生。另外，也得给孙经理备一份大礼了。明白，浩哥，我这就去安排。爸，陈浩来了。来坐。陈浩啊，经常听婉清提起你，怎么了？林叔叔，今天冒昧前来，是想请您看看这个。鼎泰拍卖行孙经理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赵秦来去捅这个马蜂窝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孙经理只不过是台前小丑，他的身后那可是有会吃人的大老虎的。林叔叔，我就是个粗人，并不懂什么太多的大道理，但我只认一个理：这有的人在国外当乞丐，冒死也要把老祖宗的宝贝带回来，而有的人在国内穿西服打领带，去干着挖人祖坟的勾当。这事儿不讲究权大钱多，只讲究一个良心。这良心难安，觉他都睡不踏实。好一个良心难安！现如今许多人位置坐得高了，反倒这个良心呐，把他给丢了呀。
赵秦来先生，当年多少人骂他数典忘祖，说他是去国外享清福了。可是谁能想到，他竟然忍辱负重，去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更没有想到，英雄归国竟遭到宵小如此欺辱。哼，这份证据重若千钧。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骗局了，而是上升到民族大义、国家文脉。这件事我林国栋管定了。陈浩，你很好，有胆色，有担当，更难得的是有颗赤子之心。官方层面我去协调，查封鼎泰，控制孙经理，追回国宝。但是有些事，明面上的力量反而碍于程序，施展不开啊。林叔叔，您需要我做什么，尽管吩咐。打草必定惊蛇，我这一动，他们后面的人肯定会断尾求生，甚至会狗急跳墙。我需要一双他们明处察觉不到的眼睛，一柄藏在暗处的利剑，钉死他们，找到最核心的罪证，以防他们销毁证据，还有转移财产。更重要的是，对赵先生下毒手。林叔叔，您放心，既然这个事我揽下来了，就一定会善始善终。陈浩，记住，凡事谋定而后动，只要你这边有什么情况，都可以来找我。晚清这次总算是没有看错人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他是谁？你是什么人？赵先生，您放心吧，我是国家派来的，陈浩。唉，我一直以为运回国家的宝贝得到了妥善安置，没想到竟然有一部分被有心人卖了。赵先生，请您放心，国家已经有所察觉，绝对不会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。是啊，这组织上现在来人了，我这心里总算踏实了些。以前都是单打独斗，总是提心吊胆的。您放心，您对国家的贡献，祖国和人民绝对不会忘记。严重了，这只是一个龙国人应该做的分内之事。赵先生，这里的情况太过复杂，祖国还是希望您能先回国，保证您的安全。不行，现在不行，地窖里还有一大批文物没有妥善安排好，我绝不能一走了之。放心吧，剩下的交给我了。数量太多，目标太大，怎么才能安全运出去？以前我绞尽脑汁，也只能一件件的送出去。赵先生，你别着急，交给我。这是神的力量吗？赵先生，您放心，为了让国宝回家，很多人都在默默努力，请您相信组织，相信国家。好的，我相信我们的国家。老王，听说这拍卖行换东家了，背景很神秘啊。哎，可不是嘛，连名字都换了，叫龙盛。哎，老钱，你有内部消息吗？摸不透啊，但这新老板手笔惊人，专出稀罕的海外珍宝。哦，各位来宾，欢迎来到龙盛拍卖行。现在我们开始第一件珍品的竞价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曾佩戴过的钻石冠冕，起拍价格为1800万，请各位出价。好家伙，这一上来就是女王冠冕，这新老板露得真野。该死的，这分明是我们博物馆刚失窃的珍宝，竟然公然拍卖，这老板肯定跟那个国际大盗脱不了干系。2000万，2200万，2500万，这是我国的荣耀。
3000万。唐孙先生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哼，彼得先生，拍卖场价高着的，何必动气呢？3500万。各位，给我一个面子，让这件国宝回家。哎呀，彼得先生，实在是抱歉啊，这顶皇冠我也甚是喜欢，放在展厅里那可是镇店之宝啊！我出3600万。你4000万，4000万，彼得先生，豪气，那我只好忍痛割爱喽。哼，4000万第一次，4000万第二次，4000万第三次，成交。恭喜彼得先生。那我们下一件拍品，古埃及第18王朝的黄金圣甲虫护身符，起拍价格为2000万。埃及的国宝都来了，这龙上的老板怕不是把大英的博物馆和故宫的仓库都搬空了吧？2300万，2500万，3000万。诸位，这又是一件英国博物馆的馆藏。我怀疑这里的老板就是个窃贼。老板呢？让他出来给我解释。Peter 先生，你说这是赃物，证据呢？口说无凭，我可是会告你诽谤的。再者，若论窃贼，你们大英博物馆里数以万计我龙国的瑰宝，又是何时去的？何时还呢？那是历史遗留问题，你们当时无法保护，甚至是合法交易。哼，合法？好一个合法的，巧取豪夺呀 ，Peter 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龙国的这些瑰宝，终有一天，我们会一件一件堂堂正正的给请回来，这天不会太远。拍卖继续。至于这位先生，不守规矩，阿彪。送客。哼，请吧。好，很好，你们给我等着。那各位来宾，我们继续下一件拍品，起拍价格为200万。浩哥，有埋伏，清理干净。别耽误回家休息。哎，好嘞。你们得罪了 Peter 先生，你们死定了。废话真多。没什么本事也敢拦路，垃圾！你很不错。谁？格斗技巧不错，但是只是蛮力。你很强。米国的劣质超能血清，竟然没把你变成只会咆哮的野兽，脑子居然还精明，先留着，有点研究价值。真好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陈浩先生，你的手下学员很温热，但不知道能温热到几时。弟弟，西城旧仓库一个人来，多来一个人，我就多吸干他一份血。哦，对了，彼得先生也很想再见见你。洋鬼子吸血鬼，真当我们受欺负了100年就站不起来了吗？今晚就好好教育教育你们。
浩哥，你别管我，这里有古怪。有胆色，陈浩，你果然一个人来了。我来了，放人。放人！马克思先生，快把他拿下！我要看着他跪在我面前求饶。你们这帮低等的，Peter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我们的账一会儿再算。你要找的是我，与旁人无关。我对你的血液更感兴趣。你体内含有一种神秘而强大的能量，屈服于我，将血献给我，我可以让你的同伴活命。想要我的血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想要我的血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兄弟，撑住，看我给你报仇。东方异能者果然有趣。这不可能！你的力量，不可能的事还多着呢。真以为自己练了点邪门歪道，就能够在我们龙国的地盘上横行了吗？想跑？想跑？我的腿！马克思先生，救我！看来是我低估你了，但游戏该结束了。那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东方力量！卑微的人类，在黑暗之力下颤抖吧！煌煌龙威，邪魔退散！去！不，这是什么力量？东方神明的力量！你以为吸食人血就能横行无忌？我华夏大地的底蕴之深，又岂是你们这些魑魅魍魉能够揣度的？先留你一会儿。别杀我！我有钱，我把钱都给你。陈老板，我走了，求求你放了我吧。Peter， 你给我听着，我不杀你不是因为我不敢，而是嫌脏了我的手。你给我，给所有还抱有那种强盗逻辑的人都带个话：过去的龙国，你们可以抢，可以欺辱，但是那个时代它已经过去了。从现在起，属于我们龙国的东西，我们会一件件堂堂正正的都给拿回来。你现在所处的这片土地叫做龙国，在这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就得卧着，更别提你们这种吸血的臭虫。龙国人早就站起来了，而且站得比任何人更稳更直。是，知道了。哎呦喂，浩哥，阿彪这是怎么了？伤得这么重啊？没事儿，遇到了点小麻烦，失血过多。老孙，快去请信得过的谭医生过来，也快！哎，明白，我这就去。兄弟，撑住！浩哥，你这太珍贵了。啊，行了，咱兄弟之间不说这个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死不了，我这条命又是你给的，活着就好。喂，哪位？陈浩先生，鄙人冈村三郎，请您吃个饭。陈桑，这次能请到您出山，是我冈村三郎的荣幸。这杯酒，庆祝我们的缘分。冈村先生，缘分太虚了，谈生意还是直接点比较好。哼，好，陈桑，爽快。美国的麦克，上次拍卖会，仗着财大气粗，买走了您拍卖行的很多古董。
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货已易主，各凭本事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让他连本带利的吐出来，但是他身边总是有保镖，需要有个能人把他们牵制住。你又怎么能确定我是这个能人呢？陈桑何必过谦？伦敦的鬼佬商会，还有一直纠缠你的吸血鬼，都被你清松了。您的实力在道上，谁人不知？说重点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你又能给到我什么？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你又能给到我什么？简单，只要您在交易那天拖住麦克的手下半个小时，不必硬碰硬，拖住就行。声东击西，那你呢？我自然带人去会会麦克本人，只要没人打扰，事情就会办得干净利落。冈村先生，让我去扛麦克的主力，然后你在背后摘桃子，我这个风险会不会有些太大了？风险大，收益高，只要您同意，5000万龙国现金，双手奉上。您只需要略施小计，这钱就轻松到手。陈桑，只要您点头，2000万定金，立刻到账。我冈村做事童叟无欺。钱到账，我办事儿。好，太好了，陈桑，跟您合作简直是太痛快了，为我们的成功干杯！合作愉快。这是龙国银行2000万本票，检票即兑，我的诚意就在这儿了。冈村先生爽快。当然，为了预祝我们的合作一帆风顺，我还为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，希望陈桑满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位是美智子，让她陪您喝几杯，解解乏。龙国的夜晚才刚刚开始。陈先生，今晚就由我服侍您，请多关照。冈村先生还真是考虑周到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陈先生，我敬你。冈村先生，今天的酒差不多了，明天还有正事儿，我要先回酒店休息，做好准备。美智子务必亲自送陈桑回酒店，一定要细心照顾，让陈桑满意。是，冈村先生。陈先生，请跟我这边来。龙国的夜实在是太美了。陈先生，长夜漫漫，要不要再喝一杯助助兴？或者我帮您按按摩，给您放松放松。美智子，现在告诉我冈村的全部计划。计划是不会真的动麦克，我们会让你去拦截麦克的人，然后让麦克看到是你的人在动手，挑起你们火并，两败俱伤，然后我们就能轻松拿走货物和你的定金。很好，现在你记住，今晚我们过得很愉快，很幸福。但是现在，你该睡觉了。是，今晚我们很愉快，很幸福，我该去睡觉了。
想让我当螳螂前的蝉，冈村，你打得好算盘呢，我倒要看看这局棋到底谁会赢。陈浩先生，你说的很好。这龙珠带来的化龙六变、神龙分身，冈村，好好享用吧。把掉了他了的噻！有埋伏，找掩护。M 干掉铁太，是那群日本人，追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时间到了，我们走。冈村先生，救命啊！他们都追过来了。八个，让你拖着他们，你把他们带过来干什么？他们人太多了，我拦不住。废物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。就是这帮日本人杀了他们，给杰克报仇。把他们全部干掉！开火！怎么回事？哪来的枪声？计划很顺利啊。走吧，带你去看看你的手下和冈村为你演的好戏吧。该死的日本人！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头儿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刚才看到你被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先开的枪？是他们，那群日本人先埋伏了我们，他们还打死了杰克。冈村神了，狗娘养的东西！你敢黑吃黑，老子跟你没完！麦克先生，停火！这是误会，我们中了陈浩的诡计。放屁！陈浩在哪里？我怎么没有看见？人呢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走了，嚯！快跟我进仓库。我没走。fuck！ 火呢？整整1000骨头，哪里去了？我也不知道，麦克先生，我也是刚到。不是你，还有谁？你的人把我引开，把火偷偷转移掉，你还想栽赃给陈浩？把火交出来！我真的没有，这一定是陈浩的陷阱。去你的陷阱！王八蛋，你竟敢开枪打我！反击！冈村，你今天不把火交出来，谁也别想活着出去！先想想怎么保住自己的命吧。浩哥，您尝尝这黑茶怎么样？对了，最近生意场还顺吗？啊，托浩哥的福，一切都好。你在这茶里放了什么东西？对不住了，浩哥。好，孙老板果然识时务。你竟然当日本人的走狗！浩哥，我也没办法，冈村先生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别废话了，陈浩，我还以为你多了不起呢。什么吸血鬼大补，不过就是江湖传言而已。让你去绝麦克，是我做过最错的决定。好在是我赢了。今天你必须死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你怎么没有中毒？你怎么没有中毒？因为我压根就没下毒。你这个叛徒！我不是叛徒，我老孙坚决不能汉奸。别杀我，陈先生！
杀我，陈先生！你忘了前天晚上我们之间的情谊了吗？别杀我！好险，差点杀错人。美智子小姐，陈先生，你应该记得是我救了你，而冈村得罪了麦克，他们2个人同归于尽，这笔账你得记着。知道，是陈先生救了我。回去吧。是，陈先生。哇，哎呦，浩哥，你还会催眠呢？我会的，可不止这些。怎么着，想试试啊？我可不敢。喂，婉晴，怎么了？陈浩，我爸找你有事儿。小陈啊，今天叫你过来，一是感谢你上次帮忙解决赵琴来的事情，二是叔叔这边也有一件正经事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林叔，您请讲。我知道你不是普通孩子，上次如果不是你出手送回国宝，赵琴来的事情也不会那么容易。你的能力既是天赋，也是责任。林叔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国家现在需要一个特殊的部门，专门吸纳和培养像你这种有特殊才能的年轻人，我们称之为炎黄749局。它的职能是处理常规力量无法处理的特殊情况，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的安宁。我知道这可能会改变你平静的生活，但是你的能力放到更大的平台，才能发挥到更大的价值，既是为国家效力，也是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一条有意义的道路。怎么样？考虑一下，不必马上回答我。林叔，这事儿不用考虑。这事儿不用考虑。哦，我答应，我加入。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快做决定吗？年轻人啊，通常会更犹豫。林叔，您刚才也说了，这事儿既是为国，也是为民。但是在我这里还有一层，我自幼便父母双亡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，是这片土地还有人民养育了我，所以这份恩情我得还。其次，你也是一个好官，是真心在为老百姓们做事儿，我信你。赵庆来事件，你原本可以用更官僚的方式去处理，但是你选择了信任我，所以这份恩情我也得还。所以于公，为国效力，我义不容辞；于私，为您分忧，我心甘情愿。这既是为国，也是为您，这个选择并不难做。好小子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国家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。明天啊，就去报道。这就是传说中的749局。对啊，怎么样？难以想象吧？很接地气儿啊！你都想不到，敌人啊就更想不到。来，同志们，这位就是陈浩同志，从今天起，他就是你们的基础战术教官，他将指导你们更有效地运用和控制自己的能力。来，大家欢迎！搞什么飞机啊？找个毛头小子来教我们，林东是不是搞错了？雷蒙，大家有意见很正常。我呢，叫做陈浩，接下来负责你们的实战基础。实战基础？小子，你是哪个特种部队下来的？是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异能？露两手，给哥们开个眼，别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关系户。我的背景吧，邻居清楚。至于我的异能，你想怎么看？简单，接我3招，你要是还能站在原地不动，我雷蒙以后管你叫哥。要是接不住，趁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胡闹！雷蒙，这是纪律部队。站着不动太过于被动。这样吧，我让你一只手，但凡你能碰到我的衣角，算我输，我立刻离开，如何？狂妄！看拳！什么？这是第一招，还继续吗？你耍啥？刚才是我不小心。在战场上，
敌人会给你小心的机会吗？你的力量刚猛，但是过于直白，缺乏变化。再来。呀！烈焰冲击！你的力量凝聚尚可，但是发散的太快，已经浪费了70%的力量。这是第2招，接下来该我了。你刚才用全力攻击了我2次，接下来感受一下你自己力量的弱点。这是我的火，怎么可能？它不仅吸收了，还压缩提纯了能量。这太厉害了！看好了。哎呦！能量的质量远比数量更加重要。现在服了吗？我承认你有些门道，但是教官不能只会防守和模仿，有本事拿出你的真本事打赢我。好吧，如你所愿。好吧，如你所愿。哎呦，2个，这什么意呢？这是我的本事之一。还要试试我的力量吗？我怕你承受不住啊。哇呀，这教官，我雷蒙服了，心服口服，请教官指导。请教官指导。浩哥，部队放假了？没有，只是最近没有任务，偷得半日闲罢了。哦，老板啊！哎呦，这位老板有事吗？孙老板，您这儿收夜明珠吗？哎呦，拿出来瞧瞧。这夜明珠成色还行，打算卖多少？1万块，您看行不行？哦，行。您说好。好，多谢。哎，这位朋友，请问这夜明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这可不是我偷的，后山树林里捡的。哎，别紧张，我们不管东西来源，是后山树林对吧？哎，对。好，多谢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浩哥，给。后山树林有龙珠的线索。该死，还是没有别的线索吗？融化如今，我已经有透视左眼、鉴宝右眼、神龙空间、神龙催眠，还有神龙分身、神龙之刃，这6芒星都已经满了，该怎么晋级呢？这是进化了。这就是龙的力量吗？喂，陈队，我是周晴。我们刚刚收到了最高级别的警报，境内上空出现了极高的能量反应，与古籍上记载的龙高度吻合。目前已有不明势力企图渗透，局里命我们立刻介入，消除威胁。通知全体队员，按照1级预案进行部署。这片苍穹将由我们来守卫。是时候让这些外界人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我们之力了。